美国人呢打到我边境线了，而且他的炸弹真是落到了我们丹东，就我们国境里边。另外刺激我们的就是第7舰队进驻台湾嘛，公然的干预台湾事务了，对吧？我们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不得不反应。综合来讲呢，如果衡量啊这个事后，我们作为事后诸葛亮嘛，我们要这个做评价的话，应该这么说，就是说，首先呢，就是说其实这一场战争不是我们主动发起的，对吧？我们是被动应对，因为新中国刚刚成立嘛，不是49年10月1号才成立，然后那个解放军入朝也就是1年，所以国内啊百废待兴，财政都是很困难的。我们国家啊近代一直处在战乱当中，对不对？晚清就老被人家欺负，晚清被民国取代以后，有16年呢军阀混战。那个现在有一些人还挺怀念北洋政府时期，这个是不对的啊。1911辛亥革命到1927年南京定都，这个16年，我们中国是130个军阀控制的国家，这130个军阀他们之间打了1500场战争，根本谈不上建设，老百姓生不如死，很惨很惨。少数几个文人家庭条件好的，他过得还不错，但大部分老百姓真是很惨的，知道吧？然后呢，大家知道31年开始日本就侵华了，对不对？然后14年抗战嘛，现在我们不叫8年抗战，叫14年抗战。完了，接着就是后来的这个解放战争啊。所以你要站到50年代初50年中国社会的角度去看，整个社会是希望和平的，这个愿望是非常强烈的，对吧？这是人之常情嘛。我经历了这么多战乱，好不容易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好不容易恢复了平静，当然希望和平了。所以对新中国来讲，参不参战是非常艰难的一个决定。但是呢，因为形势所迫嘛，最后我们还是以志愿军的身份就参战了，对吧？现在过去70年了，对吧？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做一个评价。我的观点是这样的啊，整个这一场战争是不得不打的，然后呢，我们也付了很大的代价。但是事后看，这个决策是对的。我个人认为啊，我们参战的结果是得大于失。首先我们谈一下那个台湾问题，因为很多朋友就说，哇，因为我们参加朝鲜战争，于是台湾就丢了啊。那么我是不同意这个看法的，因为我看到的材料啊，在3大战役后期，就是18年底、19年初，当时国民党呢败相已显，就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差不多败了，败相已显。这个时候，美国的战略界已经有人提出来，让国民党退守台湾，然后台湾独立建国。所以，就是让台湾独立啊，这个观点在解放战争末期美国就有了，知道吧？只不过呢，50年1月5号，美国发表了一个中国政策白皮书，这个里面很奇怪，他把那个南朝鲜和那个台湾划在他防线以外，就是这一份文件，好像把这个就还给你啊。但是现在事后看，它实际上是个策略。为什么他这个时候划呢？因为50年1月5号他发白皮书的时候，毛主席啊正在那个莫斯科，跟那个斯大林艰难的谈那个中苏友好条约，然后呢，谈判是非常艰难的，知道吧？因为斯大林要了很多东西，毛主席不愿意给，所以谈判非常艰难。这个时候美国啊就用一份文件，给你一个诱饵，告诉你别跟着他跑，是吧？我可以把台湾给你啊。但是这个50年2月底，中苏友好条约2国议会批准了，对吧？批准以后就成立了，成立以后美国当时就收回来了，美国的这个承诺就收回来了，是吧？所以有没有这个时候你们算嘛？50年2月朝鲜战争远没有爆发，对不对？其实美国这个时候已经决定把台湾拿到自己手上了，不给你了。所以结论是什么呢？有没有朝鲜战争，美国都要介入台湾。而以当时的力量来讲啊，美国一旦介入，我们中共这一方面啊，解放军当时是没有能力把它拿回来的，这是我们必须承认的事实，对吧？
所以这是一个基本情况。有没有朝鲜战争，其实美国都是要介入台湾问题的，对吧？最后落到朝鲜战争呢，应该这么讲，就是也有失也有得。但我们综合来讲啊，可能是得大于失。我们国家的这个付的代价，首先是什么呢？一批优秀的年轻人牺牲了生命。现在咱们民政部啊认定的朝鲜战争的烈士是19.7万人，这就是我们的代价，是吧？当时非常优秀的一帮年轻人牺牲了，另外国民经济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啊，所以生命、经济损失，是吧？这是我们直接付出的。第二个呢，可能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战略空间缩小了，知道吧？就是原来，比如说我们跟美国打架以前呢，跟美国直接兵戎相见以前呢，其实美国始终对我们有点幻想的。因为在欧洲有一个国家叫南斯拉夫，对不对？南斯拉夫跟苏联有点闹翻了，跟美国关系不错。虽然它是共产党国家，但是在东西双方它是跨界的。美国很想把那个新中国培养成这个东方的铁托。然后呢，我们兵戎相见以后，那美国对我们幻想就彻底没了，对吧？那就死整我们了。当时美国搞了一个，在冷战的时候搞了一个机构叫巴黎统筹委员会，对吧？然后在巴统里面，它的制裁有3类，最轻的一类是波兰，第二个是苏联，中国放到最恶劣的一类，对中国的制裁是最严重的。所以就是中美尖锐对立，在冷战的状态下，处于热战状态，是吧？这就是使得我们那个在大国博弈当中那个战略空间是不是小了一点，就灵活性小了一点，对不对？那么收获，我觉得还是主要的。收获呢有这么几块，第一块收获啊，主权回归。在那个45年2月雅尔塔会议后，不是有个雅尔塔协议嘛？雅尔塔协议的亚洲部分有一个关键的内容，就是苏联答应美国，在击败希特勒以后3个月出兵远东打那个日本关东军啊。然后呢，他做了这个贡献以后，他要回报，什么回报？他要继承日本帝国在中国东北的全部权益。这个其实是侵犯中国主权的，对吧？包括外蒙要独立，包括我们的那个大连、旅顺要作为国际自由港，永远由苏联红军占领。另外，包括哈大线，现在叫哈大线，以前叫中东铁路，就哈尔滨、大连这一条线，51%的股权要白白的送给苏联，他没有1分钱投资啊，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筹款建的，有51%股份给他，然后苏联红军要沿途驻军。另外还有一个内容就是新疆北部，这个有一块地区要归苏联，这都是那个雅尔塔协议啊，牺牲中国的地方。中国1战、2战都是胜利国，是吧？是不是？中国也很奇怪啊，反正1战、2战2次世界大战，我们站队都站对了，这个是很绝，是吧？像土耳其每次都站错了。我们每次都站对了，所以中国人那个战略视野还可以啊。但是呢，又有一个问题，就是虽然赢了吧，我们是战胜国啊，但是每次都吃亏。是不是1战以后，那个就是山东半岛德国的权益最后被日本人抢跑了嘛？后来引发了50运动嘛？50运动是不是改变中国近代史啊？救亡压倒启蒙嘛？2战以后，你看我们也是战胜国嘛，我们付的代价很大，因为结果呢，美苏做交易。又把日本的特权全部给了苏联，这个挺不好的一个事儿啊！但是这个事儿呢，因为朝鲜战争变了，因为我们巨大的努力，对吧？这个朝鲜战争，我们打得不错，对不对？这个时候他不得不尊重我们，于是呢，雅尔塔协议牺牲了中国的主权就回来了。是不是？现在中东铁路、大连、新疆北部就回来了。否则啊，现在去大连旅游，你还得办护照呢，知道吗？现在很多驴友很喜欢那个喀纳斯吧，喀纳斯很美，对不对？美得非常荡气那个地方，你现在去还得办护照，是吧？那个现在都是回来了啊，这个是很伟大的一个事儿啊，主权回归。第二个呢，我特别看重的收益就是。这个因为啊，我们跟美国兵戎相见，这个时候斯大林就真信任毛主席了，信任中国共产党了，然后就决定了
帮助我们发展工业，于是就有了15计划当中从苏联引进了156个大项目，而156个大项目就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而我的跟很多学者不一样，我的史学观就特别看重工业化，是吧？因为我的基本史学观就是人类的近代历史就是工业化的历史，工业化的核心就是现代制造业。在工业文明时代，谁有制造业，谁才能够把握自己命运；谁没有制造业，人再多，钱再多，你的命运都在别人手上，你被人家羞辱，知道吧？所以工业化特别重要。而苏联给我们的156个大项目，就基本上奠定了新中国工业化的基础，这是巨大的收获。第3个收获呢，应该是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就奠定了，对吧？这个我记得我在别的地方讲过，当时美国绝对是如日中天，对不对？美国在这个2战结束以后，它的制造业啊，差不多占到世界的1半啊，那个金融啊，资产占到世界80%。然后军事上，它是唯一有能力两洋作战的国家。然后还有一个，它当时50年呢，它是单独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因为苏联是49年才试爆的核武器，苏联红军列装核武器还要晚几年呢。所以当时美国那个地位是如日中天啊。那么中国呢，经过100年的积贫积弱，其实挺弱的。那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中国跟美国打了一仗。军事上打成了平手啊！我们是从那个鸭绿江出发，到了三八线；美国呢是从釜山出发，到了三八线，对吧？军事上打一平手，政治上我们绝对赢了，对不对？你原来在江湖上，这个不见经传的，大家不认识你的，对不对？哇，你跟江湖第一高手打成一平手，绝对名震江湖啊！从这一天开始，就是我们跟美国打成平手开始。没有任何国家琢磨着要侵略你，是不是？这新中国它的安全问题其实就解决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安心的发展了嘛。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说它是立国之战，绝对是不为过的。那么最后呢，这个朝鲜战争给我们的启示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朝鲜战争那应该讲美国人呢对新中国啊这个态度就复杂了啊。在新中国以前。晚清民国总体来讲，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是俯视，是吧？上对下，但是因为朝鲜战争，美国才开始平视中国，对吧？这个其实对后来中美关系的发展是有好处的。没有平视，就不可能是72年呢，美国总统不顾国内反对啊，跑到一个未建交的国家跟毛主席握手吧？你们想想。没有朝鲜战争，美国没有这种内在的尊敬，觉得你没有价值，他不会这样的，是不是？一个总统，到一个没有建交的国家，而且意识形态对立的国家，这个是很有政治风险的。但是他就做了，因为什么？他是觉得你这个国家有力量，我跟你交朋友有收获，对吧？他需要你来对付苏联，于是他就过来了。那么有了72年中美和解，才有了79年建交。所以那个。从历史角度来讲啊，朝鲜战争的影响汇集到今天啊。那么最后还有一个方法上的启示，就是对于美国这种国家啊，他呢有力量的话，他一定会欺负你的。那面对这个欺负呢，一个办法是忍让，还有一个办法就是适当的斗争。那么在朝鲜战争这个案例上给我们的启示啊，还就是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这对未来啊，我们处理中美关系仍然是有启示意义的。1950年，在朝鲜战争的遭遇是中美双方的一个重要节点。金教授认为，抗美援朝改变了美国俯视中国的态度，并且刷新了全世界对中国的看法。近年来，美国对我们的重视达到它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那么70年过去了，中美又来到了一个关键性时间点上。今天对抗美援朝的回顾，也是为了在历史的维度上再次审视中美关系。现在呢，中美关系确实进入到一个矛盾的阶段。看清这两个世界大国的过去与未来，我们应当从历史中汲取哪些经验？二者两利。面对当下的紧张局势，又该如何应对？
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势又将如何呢？那么中美关系呢，我们先简单的讲几句历史啊。中美关系啊，这样的就中国来讲呢，历来是重视的，知道吧？晚清、民国、新中国，然后新中国每一届领导人都重视，毛主席就很重视啊。你们想想，1972年邀请尼克松总统访华是谁做的决定？是不是毛主席做的决定？对不对？说明什么？说明毛主席极其重视中美关系。而且坦率讲啊，因为72年中美缓和，才有79年建交嘛，对不对？所以应该讲，打开中美关系大门是毛主席留给后来啊第二代领导人一个重要的遗产啊。所以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就重视，第二代小平同志非常重视，对不对？然后江主席、胡主席都很重视，习主席也很重视啊。大家注意到，习主席有一次见那个特朗普总统，是不是讲的这个话？说中美关系有1000个理由好起来，没有一个理由坏下去。我们都在用这一句话，所以这是个基本事实。从中国角度来讲，我们历来是重视美国的啊。那美国呢，对我们态度是变化的。美国呢，在晚清民国是这样的，俯视我们的，知道吧？新中国成立以后，敌视我们，因为我们在朝鲜战争跟他打嘛，把他打得够呛啊，鼻青脸肿的。所以先是俯视，后来敌视。72年尼克松访华，其实是利用，因为当时他跟那个苏联竞争很吃力，要中国帮忙。美国真正的比较平等的平常心对待我们，我认为啊是91年苏联解体以后，冷战以后，然后对中国的重视就开始直线的上升。近年来，美国对我们的重视达到他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我认为17年底开始，他就把我们放第一位了。但是呢，这个态度是不一样。我们重视美国，真想跟他好，想交朋友；他重视我们，想整我们。性质不一样，这就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大致的一个回顾啊。历史的角度看，我们历来重视，而且历来有建设性。他呢也是啊，然后敌视，然后利用啊，真正比较平等性的看待我们是很短的近代。那现在又开始走向了对抗。那么现在中美关系呢，肯定进入到一个不太好的阶段，是吧？但是呢，过去那段历史我们还要肯定一下啊。从79年1月1号建交到现在41年半，总体来讲，中美关系还是成功，双方的合作很好，而且双方都有战略收益。中国通过与美国建交，是从美国学到了好多东西，对吧？另外，通过和美国建交，我们的产品就可以进入国际主流市场，改革开放才有成功的外部条件，对不对？那美国呢？通过跟中国建交，参与中国的改革开放，美国的资本在中国是赚了很多钱。赚得盆满钵满，这就是他回去分配不好是他的事儿，但是在中国赚了钱了，这是事实。另外呢，更重要的是什么？通过中美建交，美国才赢得了冷战。所以很肯定的讲，中美过去41年的交往是双赢，双方都获益的，再次证明了一个道理：合则两利。这个当然现在有一个麻烦，美国人心态有点不对，美国人认为啊。这个过去我们中国改革开放成功，主要是因为他帮我们。然后呢，他赢得冷战跟中国没关系，这是他现在的一个毛病，是吧？夸张他的作用，贬低我们的作用。我认为他那个不对啊，我的分析是对的。我认为中美过去41年双方都是赢家，对吧？应该这么看比较客观。那现在呢，中美关系确实进入到一个比较矛盾的阶段啊，竞争性的阶段。原因呢，就是我们有5个新的问题出来了。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进入到了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也就是大家通常讲的老大老二矛盾。在国际关系里面啊，老大老二是天生的冤家。坦白讲啊，组织人类学告诉我们，任何人类的组织，那个2把手都是很难当的，知道吧？但是个人关系还是好处一点，是吧？我让一让就算了。那国家关系难处，国家不是说你想让就让了，对不对？因为国家是集体的嘛，所以国家间的老大老二关系比个人要难处得多，最后往往是走向冲突。
现在咱们国家的态度是这样，我们国家从官方到学者都认为，我们还没有进入到修昔底德陷阱，我们要努力的回避它啊。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哪？美国的战略精英层就认定我们是老二了，回避不了了。我们现在有些学者啊，有一点天真啊，说中国啊能不能姿态再柔和一点，是吧？讲话再轻声细语一点，哎，这样美国就放过我们，回避这个矛盾了。这个甚至有人我觉得很书呆子气，说建议啊，咱们统计局想想办法，中国的 GDP 搞第3，把印度搞第2，是吧？坦率讲，这是很要说轻了是天真，说重的是傻了。这是低估美国人的战略能力啊！以美国战略能力啊，他对我们很了解的，知道吧？你无法隐瞒，你回避不了的。那么现在的事实就是，美国认定我们是老二，认定我们是挑战者，这就是第一大矛盾啊。第3就是美国变了，美国这个国家曾经是非常自信的，自信的美国啊，坏处是有点霸道，好处是什么呢？它比较宽容的，比较包容。哎，也比较幽默，骂他也没事儿。那现在不是，现在美国内部矛盾很多，他是自信心下降，然后人就变得很自私、很焦虑，是吧？一个焦虑的美国很难打交道，它相当于一个人呐、进入更年期了。第4个呢，咱们国家啊，应该讲，因为改革开放嘛，我们也很多元化，利益多元，于是观点多元，所以比如说我们的内外政策形成共识也很难。对吧？所以我们外交啊受到的内部牵制也比以前大了，是吧？第5个新矛盾就是美国现在这个领导人呐、及其团队，就特朗普及其团队非常的极端，是非常的多变，无法预测，哎，这样人家就很难跟他打交道，是吧？这就是中美关系的新背景啊。那么在新背景之下，就有了主要矛盾，主要矛盾就是美国在17年12月18号。由国防部发表了4年1度的报告《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边，把我们定义为第1战略竞争对手，这就是主要矛盾。原来美国给我们的定义是有缺点的伙伴，现在是第1战略对手。从这一天开始，中美关系的性质就变了，原来是既竞争又合作，对不对？从这一天开始，我们就进入到竞争为主阶段。然后美国这个国家行动能力很强，它不光是说。马上就真的就竞争了。17年12月18号推出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是吧？定义我们为第1战略对手。3个月以后，18年3月22号，是不是特朗普总统签了一个总统行政命令，发起了对华贸易战，对不对？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是不是过去了2年半？2年半，坦率讲啊，我们中美关系经历的竞争不仅仅是贸易战，实际上是个混合战。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在过去2年半至少对我们打了15张牌。第1张牌是贸易牌，就是对中国产品征税。那附带讲啊，前天是不是 WTO 裁决说特朗普征税是非法的，是吧？这个其实是好消息啊。虽然我们也知道特朗普根本不理那个国际组织，你裁了也白裁，但是道义上还是对我们很有利的，知道吧？至少那个老师说了，说你错了，对不对？哎，这样我们道义上还是得点分的啊。这是过去2年半他对我们打的第1张牌，征税是吧？贸易战。第2就是科技，打我们高科技公司嘛，打华为，打中兴，打那个海康威视啊，科大讯飞、大疆国际，这是第1批。第2批就打我们抖音呐、抖音的英文版 TikTok 是吧？然后打那个微信。第1批先打的那个高科技硬公司，就是让你的5G 搞不起来。第2呢，哎，就打你的应用网络公司，对吧？这就是科技战。第3呢，就是司法战嘛，就是抓孟晚舟嘛，还有抓那个参加我们那个叫千人计划的华裔学者，对吧？第4呢，就金融战啊，美国是不是列举了300多家中国实体，然后就切断啊与我们的金融联系。第5就是舆论战呢，那特朗普的大将。几个大将，这个国防部长、国务卿是满世界跑去鼓吹中国威胁论，国务卿特别卖力啊。他而且给中国安了很多新的帽子，哎，说我们中国在亚洲搞霸权主义，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在美洲搞帝国主义，
哎，中国网民很生气，因为这些话都是20年前我们骂美国的，知道吧？美国拿来就用，他说你不尊重知识产权了，这个，那个他其实就是渲染中国威胁论啊。这是5张牌了吧？然后还有6张牌，这是很敏感的，涉及中国主权的，这里面包括台湾、香港、新疆、西藏、东海、南海。5加6 11张牌，12张牌就是印太战略。印太战略是什么呢？就是在巩固与传统盟友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基础上，往西推进，增加新盟友，抓印度、印尼、越南。第13张牌就是搅局“一带一路”，中国在“一带一路”投资啊，它就搅局啊。14张牌是什么呢？WTO 2.0，就是在 WTO 里面搞小圈子，美欧日小圈子，把中国排除在外啊。第15张牌是去年下半年开始打的军控牌、军备控制牌，就是强行要求中国参加美国、俄国的军备控制谈判，目的是减缓中国的军事现代化。OK， 这就是过去2年半的情况。首先把我们定性为对手，然后出了一串的组合拳，打了个混合战啊。那么中美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美国啊拒绝承认中国崛起。美国目前还是对我们有傲慢心理优势，知道吧？就是他们现在首先是人种上对我们有优势，觉得你们啊长得再漂亮，你也是黄种人，是吧？不如我们白种人高贵啊，拒绝。还有一个呢，就是宗教，我是上帝的特殊选民，你们中国人无神论啊，上帝都不认识你，你凭什么崛起啊？还有呢，就是这个意识形态，觉得啊，我自由民主最高贵，你这个共产党国家怎么有资格崛起呢？你都没有资格，知道吧？那个，然后还有文化历史傲慢，觉得我1894年世界第一，你这个家伙一来穷得像个鬼似的，你现在还比我富，那还了得啊？受不了，哎，这就是美国现在的毛病，心态上不对，不对以后呢，就无法接受中国崛起。政治上必须要我们学他多党制，经济上啊，要我们永远做低端打工仔。就是你就给我做袜子，做那个香包，做圣诞节塑料礼品，哎，你搞个什么5G 呀？这个，那中国人很生气，中国人我14亿人要过好日子，我天天做袜子有什么利润呢？对不对？我肯定得搞5G啊，否则我富不起来，我没有利润呢，对不对？这就矛盾了啊。另外就是战略上，他要我们成他的跟班啊，这个都是我们14亿人不能答应的，对不对？这是我们的天然权利啊，你凭什么否定我啊？这违反人权呢。OK， 这是中美的根本矛盾，是吧？发展权是我们天赋的权利，对不对？他不接受这个。让我们和更好的你聊一聊。感谢新历程独家冠名此次公益活动，学口才到新历程。通过金教授的分享，我们对于抗美援朝以及中美关系都有了更深的理解。抗美援朝是不得不打的。说它是立国之战，绝对是不为过的。美国啊，拒绝承认中国崛起。那么接下来，来自全国各地的线上线下的同学们，也都带了自己的问题和困惑，想要向金教授请教。所以我想请问金教授，未来战争您认为会发生吗？做最坏的打算，做最全面的准备。里面专门介绍了他这个机构的来历。那么简单的说吧，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就是美国统治精英的大本营啊，可以说相当于美国的中央党校啊。从这里出去的人，那都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的核心人物，或者美国的主管外交的高级官员。每年他们所发布的这些重磅级的这些文件，往往代表着国家政策调整的先兆。所以你会看到啊，这个出台了这么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反思中国大战略啊。而且它的主要推荐人是外交协会的主席理查德·哈斯。他说，这份文件的出台一定会引发美国国内的激烈争论。但不管大家怎么看，他的这个文件的主要的观点啊，他所形成的这套理论体系一定会成为中美外交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可见，对这个报告的评价非常高。这个报告的影响力也非常大。在这个报告中间啊，作者一开始就提出了一个大战略的概念。什么叫大战略？他认为大战略就是一个国家控制和调动资源的一种艺术，然后使用这种资源来打击战略对手。
其实简单的说，大战略有2个必要条件：第一，大战略必须要有战略对手；第二，大战略一定要有目的。简单的说，就是一定要战胜对手。所以这个作者他在一开始回顾了美国立国以来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历程，得出了一个清晰的概念，就是美国是一个从建国时候就有着自己明确大战略的国家。这个大战略简单说分成3步，第一步是在北美大陆上打败关键性的竞争对手，第二步是在整个西半球打败竞争对手，第3步是在整个全球击败战略对手。就这3步，它的对手的设定只跟一个事儿有关，你是不是挡着我的路了？只要你在我的道路上挡着我了，你就是我的战略对手，很清晰。那么在反思了美国的立国以来一直到冷战这个所有的成功经验之后作者痛心地指出，冷战结束之后，美国的大战略这个思维迟钝了，不敏锐了。美国在对中国崛起这个事情上，它的战略是失误的。美国采取什么呢？就是接触和遏制2条线平行，结果呢，接触没有达到效果，没有改变中国；遏制呢，3心2意，结果就导致了美国在冷战之后选择战略对手这个问题上目标含混，手段呢前后矛盾，效果当然是不好的。这个作者最后他就要求美国要紧急调整国家战略，重新锁定对手，特别是中国那么他在具体建议中提出了6大建议。第一条就是美国必须要重振自己的经济，特别是非对称性的这个经济优势、创新能力就美国自己先把自己要搞好。第二条就是美国要尽快加速 TPP 战略的实现，把亚太地这些盟国团结在一起这样才能形成经济上对中国的围堵。我在上一期节目中专门提到过 TPP 战略，我认为这哥们儿写报告这个作者，要么是没有真正理解 TPP 到底在干啥，要么是他理解了之后有意这么写，不管他什么原因了，但是他把 TPP 放到了第2位。第3条就是美国要重建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就是要跟盟国达成技术扩散的很多新的协议，军民两用技术是绝对不能对中国出口的，要遏制中国获得新技术的渠道。第4条就是要建立围绕中国周边的盟国的这个战线组织中国的经济崛起，还有政治上这个力量的获得。第5条就是要强化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投放的能力，不要理睬中国的反对。第6条是美国要保持跟中国的接触，但这种接触的有个前提条件，就是要对美国战略利益有利的情况之下跟中国去谈话所以我们会发现他所提出的6条建议，基本上只有1条是保持有限的接触，剩下全是遏制。这是一个重大国策的调整这可不是一个小调整。那么这个战略一旦形成的话，中国就自然成了战略对手了。好，这个战略要执行多久？它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个作者最后提到，一定要锁住中国不放，直到中国经济出现了彻底的崩溃。注意小崩溃都不行，小危机都不行。出现彻底崩溃之前，美国的战略是不能发生转移的。所以我们来看，这个要简单说起来就是整死拉倒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所以我读完这个报告之后，浑身一下起了一身冷汗。这还了得？这不是一般的调整，这是冷战檄文这已经把中国已经明确提拔起来，成为最主要战略打击对象了。关键是根据大战略他们这个定义的话，战略对手找到了，然后呢，什么叫大战略？就是要控制和调集所有的资源，然后对战略对手实施打击。但是这中间有个隐含的前提，这个隐含前提是什么呢？就是你要调动全球的资源，包括美国的和全世界的资源，必须要有一种共识，没有共识就调动不了资源所以我们来冷静下来分析美国这个大的战略调整能不能实现。当然主观是有这个意图，但是客观上
有没有实现的可能。那么在上一期节目中，我提到了，在美国国内存在着2大派系，一派是国家利益派，一派是商业帝国派。这份报告显而易见是出自国家利益派之手，就是搞外交的那帮人，搞军事的那帮人啊，这些人还有一些国会议员，他们形成了一个利益体系，要把中国作为主要打击对象。但是不要忘了，美国还有一派，就是商业帝国派。这一派它的主要的追求是什么？利润啊，要在全世界创造一种新的统治机制，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利润。所以这两者之间它是有些本质的差别的，或者利益并不完全重合。那么国家利益派要求锁定中国，商业利益派呢，显而易见，他们并不赞同。我们如果来分析几个案例，就可以更清楚看到这一点。就以俄罗斯这个案例来说吧，俄罗斯从苏联解体之后，国家利益派是坚决要求痛打落水狗，就不管苏联是解体之后它变成了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是民主还是不民主，这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问题是俄罗斯这个国家有庞大的自然资源，这太可怕了，它有可能重新崛起成美国主要竞争对手。那么新的战略是什么呢？就是要遏制全球潜在的对手，无论你是哪个国家，只要你块头足够大，只要你有崛起的这种可能性，我就要打压你。所以在苏联解体之后，哪怕俄罗斯经济已经一塌糊涂了，但是国家利益派坚决要求执行什么呢？北约东扩。本来嘛，大家一想，苏联解体了，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还有什么必要呢？这本来是为了跟苏联对着干的嘛。大家都以为北约要解散，结果没有解散，北约反而更加强化，吸纳了更多国家，一步一步朝着俄罗斯的边境在推进。现在为什么乌克兰出乱子？就是因为乌克兰有可能会加入北约，导弹防御体系有可能部署在莫斯科的城下，这是它这个地方必然会出乱子的根本原因。那么在这个过程中，10年时间吧，90年代，美国的商业帝国派也获得了重大利益，因为俄罗斯乱了，所以这些人到俄罗斯去抄底，控制了俄罗斯的主要的石油天然气的资源，可以说他们是真正的收获了冷战红利的一帮人。在这个过程之中，这两派利益是不矛盾的，各取所需，你拿你的东西，我拿我的东西，所以两边这个都没有什么矛盾。99年普京上台是一个游戏的转折点，普京上台之后开始重新推行一个国家化的一种战略，就是把以前廉价拍卖出去的自然资源，被外国人控制的自然资源，我通过合理和不合理手段，正当和不正当的手段，不管用什么手段，我一定要把这个东西收回来。这是普京他的一个重要的做事的方法。所以我们看到，从99年一直到2003年，俄罗斯大规模的回购，就是从这些跨国公司手里面把这些自然资源、石油天然气资源逐渐的拿了回来，有些是逼迫，有些是诱惑，甚至是采取的这个巧取豪夺的一种手段。在普京看来，你们当年不就是这么巧取豪夺我的吗？那我现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有什么不合理的呢？这是普京的逻辑。但是这一点就让商业帝国派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其中2003年就是俄罗斯石油巨头霍德尔科夫斯基，这是一个世界的转折点。尤科斯公司表面上这个霍氏是最大的股东，实际上他是代持人，他带谁持的？带了海外的跨国公司持有的俄罗斯的重要的一些资源。结果呢，普京把他抓起来了，把这些资源重新要抢回来。这件事情定了性，让跨国公司或者叫商业帝国这一派看清楚了普京这个人的真实面目。好家伙，原来你普京玩来玩去，最终你的目的是要把我们这些人垄断的俄罗斯资源，你全要抢走啊，要剥夺我们的利益啊！从这个时刻开始，国家利益派和商业这个帝国派两派的利益开始重合。我们如果看美国历史，你会发现，只有两派利益完全重合，达成共识之后，美国所形成的国家战略才能稳定的执行，它才能形成稳定的国策。而这两派如果没有共识，这就不可能形成稳定的国策。所以对俄罗斯的腔调调门和西方的舆论是从2003年12月之后与之前是截然相反的。从那之后，普京被逐渐的妖魔化了，普京变成这个怪兽。在此之前，普京是一个很正面的形象，
在西方媒体中也是个改革派的形象。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变化？就是因为两派合流了。好，到2014年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两派已经形成了个坚定的共识，就是一定要把普京给拿下，这个人一定要整倒，重新控制俄罗斯的资源，这样才能够有效的国家利益派可以压制俄罗斯，商业利益派我们可以获得巨大的利润，这是双方达成了一个战略共识。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对俄罗斯的战略，现在它这种大战略的基本思路是什么呢？就是以乌克兰危机不断的消耗俄罗斯的经济实力，把你整的不行之后垮了，我们再重新进入，重新把你的资源拿下来。这个是对俄罗斯的战略。如何加入宏观微信公众账号呢？点击查找公众号，搜索框中输入宏观，搜到后点击关注即可。公众账号会定期推送精彩文章，还有宋老师亲自推荐的书单，妈妈再也不担心我不爱读书啦。同时，你也可以加入 QQ 群或者关注宏观微博账号，与节目展开亲密互动，等你来哟。那么我们再看中美之间自建交以来这30年，你仍然会发现这两派的博弈实际上决定了中美关系。比如说80年代吧，80年代因为有苏联在，所以国家利益派当然是倾向拉拢中国去对抗苏联。商业帝国派呢，当然是愿意趁着中国改革开放进来，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获得国际竞争的优势。所以在80年代，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为什么比较好，就是因为商业帝国派和国家利益派利益是完全重合的，所以外交搞联合，经贸搞深入的发展，搞得很不错。但是90年代初苏联解体之后，美国这两派开始发生分化了。注意国家利益派觉得中国的利用价值没了，苏联垮台了，我为什么还要利用中国呀？我们看到克林顿总统他在竞选期间93年的时候对中国是非常严厉的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就是因为国家利益派认为中国的利用价值没有了，或者大幅缩水了，他们要调整战略，从合作转变成遏制。但是呢，商业帝国不同意，因为商业帝国在80年代以至于90年代初在中国已经大量布局了，他已经获得了甜头了，这个时候你让他放弃这些商业利益，他不同意我们所以看到90年代整个中美关系起伏跌宕每年都有最惠国贸易这个投票，每次在投票之间都很悬，每个人都揪着心，到底今年美国会不会给中国最惠贸易国待遇结果你会发现，每到最后的关键时刻，商业帝国的利益都会压倒一切，因为他们有钱嘛，他可以影响选举可以影响议员的态度最后总能顺利过关，一直持续到 WTO。中国进入 WTO 之后，这段时间，中美关系虽然磕磕碰碰，但是不会出轨。这里面还发生过3件突发事件，一个是96年台海危机，美国航空母舰要穿越台湾海峡中美之间差点打起来，这是一次重大危机。第二次呢是99年美国误炸了大使馆，这又引起了一波重大的这样的一个外交的风波。还有一次是2001年南海撞击事件。我们看到这种突发事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严重冲击中美关系，但是它不会使中美关系脱轨。为什么？因为商业帝国他们在美国的话语权更大，也就是它能决定整个国策的变化。外交利益看本来要利用这3次事件要把整个这个国策颠倒过来，但是最后总是能够被成功的压制住。这个就说明在这样的一个力量对比之中，商业帝国的力量非常强大。那么到了2001年以后呢，这个情况又发生了变化，就需要跟中国合作一块来反恐嘛。所以国家利益派在2001年以后跟商业这个帝国派他们的利益又重合了，就是保持跟中国的友好关系。国家利益派拉着中国一块反恐，商业帝国派继续在中国扩大它的投资贸易，一直到金融海啸之前，2008年之前，中美关系又恢复到了一个完全合作的状态。这几年时间大家双方关系是很稳定的。结果呢，2008年又是一个转折点。08年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经济，中国经济居然没有垮，这个就让国家利益派重新领悟到了中东问题牵涉了太多的精力，这几年没有注意到中国发展壮大起来了，所以从那之后
国家利益派的声音又开始提调门，说中国这个未来一定是挑战美国全球霸权的最可怕的敌人，因为你没垮呀。这几年下来，08年危机到现在，其他国家经济发展都很慢，中国咵又上了一个台阶。所以我们来看到，经过这几轮的这种颠来倒去的这种反复，只要商业帝国它的势力是保持强大状态的话，中美关系它就不会出轨。最近一段时间，国家利益派的调门越来越高，主要的原因就是认为中国经济的实力越来越强大，现在已经到了什么程度？就是已经到了在亚洲地区现实性的挑战了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从未来来看，很可能在全球范围内挑战美国霸权。这就是为什么他要出台这个报告，现在要锁定中国作为主要竞争对手，就是这个背景。但是呢，通过这番分析，我们会发现，商业帝国它这个利益跟国家利益这个力量对比，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商业帝国的利益更强大，为什么呢？08年之后，全球经济复苏都不畅，欧美日的市场都不好，只有中国市场还在继续扩张。那么它在中国的利益非常大，这只有一块绿洲了。你现在让我放弃，那怎么可能呢？商业帝国派它最终的理想是要建立一个全球的统治新的机制。你要少掉1/5的巨大的中国市场，你这个还叫一个完整的商业帝国吗？所以它不会舍弃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从上述这些分析来看，我们基本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判断，就是商业帝国它的利益和外交这一派两者相对比我们可以发现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力量对比的变化。这会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也就是即便是国家利益派现在想翻盘翻不动，跟我们上述讲到的30年以来的中美关系和这个美俄关系这个经验来看，即便是他想翻盘，但是商业利益他们这块最后会形成压倒性的优势。那么如果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我认为南海问题我们可以做一个定性，那就是国家利益派在受到长期的压抑之后，一种间歇性的发作，这个事情不可能持久。而商业帝国利益派仍然主导着大局。换句话说，商业帝国和外交利益这两派没有形成共识我们已经强调了，美国大战略它的前提只有达成共识，才可能去调动国内资源和国际资源，才可能去打击对手。你现在如果双方形不成共识，你就无法去调动这些资源。在国内呢，这两派观点并不一致，那么在国际上呢，这个共识就更难以实现。所以我们来分析一下现在的情况是，欧盟由于被逼着去围剿俄罗斯，所以欧盟的经济现在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再加上它本来现在过渡过程之中经济就很困难所以它现在你再要调动欧洲的资源来围堵中国，欧洲人是有心无力即便是想配合你，他也没有这个实力来帮助你来围剿中国，这是做不到的，经济上就做不到。其他的盟国呢，我们来看看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包括新西兰这些国家，他们是明白什么是自己的利益的。我跟中国要把关系搞僵了，对于我们这个国家有什么好处啊？特别是加拿大，主要贸易伙伴就是中国，铁矿石向谁出口当然向中国出口。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考虑，除非你能够给我足够的补偿，否则你让我做这个事儿，围堵中国，让我这个经济利益受损失，我是不干的。也就是我在语言上口头上可以支持你，但是让我动真格的，这个对不起，我爱莫能助。东盟这些国家包括印度，他们是一种什么心态呢？利用美国提高要价的这个水准，我把价码给要高，这对他们是有利的但是这些国家都在等待着一路一带战略的春风和雨露那是中国要投钱的，他们在等着这个巨大的投资所以说闹一闹可以，但是你让我动真格了，在两个国家选边站，这不是影响大伙发财吗？这个事儿这些国家他是不会真正参与进来的。唯一的一个例外就是日本为什么呢？因为日本现在最主要的追求或者最主要的目标，实际上要摆脱2战之后和平宪法给他的这种
枷锁。他为什么要修改安保这个协议和法案？就是因为他想重新成为一个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所以只有日本，他才可能在事实上、行动上去配合美国。但是即便是这样，加上日本的力量，要想对中国进行一次长期的经济消耗战，这个国际资源是不足的。所以这个外交派的这种战略它根本就不可能落到实处，落不了地。还有一点可以说明我刚才这个判断，就是外交关系委员会搞出了这个所谓反思中国大战略这个报告，这个是个重量级的报告，而且在美国的这个核心圈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但是呢，它这个圈子局限在什么呢？外交这帮人国会中间的少数人，包括国防部，这些人是在积极热议这个文件。但是你会发现，商业帝国不买账，主要的媒体是掌握在商业帝国手上的。所以你会发现，不管是《纽约时报》还是《华盛顿邮报》，还是一系列美国的大报，没有一个大报，也没有一个主流电视台对这个报道进行深入的分析，提都没有提。这说明什么？他这个事儿，商业帝国是完全不认同的。我们要注意美国在进行国策转变这个过程之中一定会通过内部充分的讨论，这个媒体广泛报道、深入讨论、激烈辩论，这个过程是一定会有的。但是呢，在对中国这个问题上，大家鸦雀无声这么重量的一个报告出来了，媒体居然不报道。那么现在媒体对于南海的这种报道是一种什么报道呢？是一种新闻热点的这样的一种爆炒，它不是国策大讨论那种报道。我们要注意2014年你看对俄罗斯的报道，那是非常清楚能看出来，那是全面的妖魔化，全面的这样的一个围堵，而且是有节奏感很强的，一步一步去围堵它。但在中国问题的报道上，现在没有形成这样的一个舆论上的这样的一个共识。这说明什么？说明商业帝国现在完全控制了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外交政策的主导权国家利益派翻不起来。所以我们现在在看南海问题的时候，不要被这种短期的这个突发事件或者一个热点新闻所干扰一个国家要想调整它的国策，特别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它一定会需要战略共识的。现在两派之间达不成共识，这个战略就落不了地，就不能够成型那么对中国南海问题的这样的一种我称之为喧嚣充其量是一个所谓的南海的一种风波，而不可能发展成海啸，这是一个基本判断。那么国际总是有热点的，只要中国能够绷住了特别是要防止重大突发事件的爆发，只要能做到这一点，国际热点是一定会发生转移的。因为这个世界上哪儿都在发生事，时间一长，这个热点一转移，国家利益派它这个热乎气儿，这个所谓的激情就会慢慢的冷却下来。结果大家呢冷却下来之后，坐在一起一讨论，发现还是普京这个事儿是我们双方有共识的，那怎么办？那还是回去围剿普京嘛。我们对美国的认识以前仅仅局限在国家与国家这种关系，其实需要深入的分析它国家里面最主要的权力的架构这两派的力量谁更强。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外交利益派或者叫国家利益派，他所设计的中国大战略先天就有毛病，先天不足为什么呢？只要中国坚持改革开放，这个市场内部市场就会非常的巨大，那么它对于商业帝国这一派的吸引力就是天然的不可抗拒的所以两派的关系它实际上从这个角度来说就很难完全重合。那么我们在考虑未来发展战略的时候，特别是一路一带和亚投行，要充分考虑到美国这个两派之间的它这种关系，你要让商业帝国利益派发现中间有大量的赚钱的机会，要把他们拉进来，积极参与进来，要发挥他们的正能量，这样可以起到3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分化两派，让两派无法达成利益重合，这样的话它的大战略就搞不起来。第二个作用呢，是中国可以有效地利用商业帝国派的正能量，完成整个欧亚大陆的经济上的整合。第3个作用就是亚洲所有国家都能够受惠，
这就叫一鱼三吃啊。好，关于美国的大战略调整和南海问题，我们就先说到这儿。那么，如果大家觉得有意思的话，请大家点击屏幕下的订阅键啊，同时呢也关注我们的微信和微博，我们将在上面随时推出一些有意思的话题。好，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2000年颠沛流离，不屈民族如何守住希望明灯？三大宗教圣城耶路撒冷有着怎样辉煌故事？宏观奢望之旅，下一站以色列 ，Let's go！